欢迎来到你宝贝频道。今天刚好有空，我们今天就来做个练习。这是我最近做的指甲，大家可以看到长得蛮长的，已经长了一截。那我们现在示范如何手工卸甲，然后不伤指甲哦。那你可以看到说，这是我的手，我完全没有擦任何的指缘油，在没有擦任何指缘油的状态，而且我已经做了10几年，可以看到指缘的状况跟皮肤的状况都很完整。然后呢，在你宝贝做指甲呢，我们呢可以做到像这样子，这样不好，这样看不看得到？好，我尽力了，就是我们是无缝的哦，跟外面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它非常的完美，不管是弧度或者是长出来的时候指甲，好这个部分呢，好都不会有一个凹槽，玩指甲的人才不会玩得很开心。再者就是我们绝对不使用任何含酸类的底胶，因为现在有一些人呢会怕消费者会担心，所以他会把酸类，也就是所谓的固定剂加在底胶里面。我们绝对不做这种事，我们应该要去精进的是自己的技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空档的时间呢，我们一样，不管今天做了几年，我们一样就是要时不时的去练习基本功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请资深的美甲师来练习基本功咯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指甲稍微剪短一点点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叫做计时器。即便像我已经做了10几年了，我也会时不时的把计时器放在旁边，你才知道说自己用了多少时间，然后今天的状态好不好，状况如何。因为没有人是十全十美跟完美，所以你会发现很少会有资深的美甲师一直处于第一线，因为通常啊，在第一线会很累。那通常很多美甲师因为姿势不良，或者是状况不对，老师没有帮忙看，那他很快就只好退出市场，无法站在第一线，进而转到幕后去做教学。那我会坚持在第一线，是因为我要知道每一个状况。那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会出现什么问题，我们才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，然后去教导美甲师。不过通常我不称我们自己叫美甲师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着重在做艺术指甲，我们通常是着重在做处理问题指甲，所以其实比较偏向就是指甲师。今天居然不是亚瑟开场大家就会说亚瑟变瘦了。屁股湿啊？不行吧，这会被黄标吧？不会啊，我们没关系啊，不然你都闻肚子。这我在录，哎呦哎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其实，在使用磨头，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工具，所以，如果你今天不是科班出身，你的训练时数不够，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上个课，80到100个小时，你就想要出去用手工卸甲的话，其实对消费者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好。我刚才相机判断你的皮肤是婴儿。哦哟，哎呦，那你那你照他的手看放在是老人家。其实现在这个动作哈，在我们学问题指甲，这个叫做基本功，这也是非常多的美甲师不愿意花时间，然后会觉得很麻烦的地方。可是这往往呢，是最能够考验一个美甲师的技术，不是你只有上课几十个小时就可以了，这是必须要老师在你的旁边手把手，然后一直看。那在操作的时数上呢，如果没有几百个小时，其实都是相当的危险。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都会选择泡药水，因为比起来是真的比较简单。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呢，我会针对现在的正在职业的美甲师开课。有机会的话呢，再把这样子正确的一个技术教导给大家，因为毕竟现在大部分都是补习班出来的嘛。
像以前我们在学校学练习时数几千个小时，其实那个很多细致细微的地方，包含就是说你要怎么样，你手才不会扭到，才不会有腱鞘囊肿或是晚到症，这个都是可能现场要我抓着你的手教学，你才有机会知道。谢佩仪的时候都比谢克人的时候紧张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也是。你会发现我这个做的其实不像客人做的这么的那么多层坚韧，没有，我的就是非常的薄啊，对啊，那我就不太会有什么大问题。一般来讲，你可以去看很多美甲师的手，如果像我这样大概资历10几年来讲，很多的手的状况都很不好，皮肤状况也很不好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很好奇问我说，那要怎么样才能维持像你这么好？我不敢说什么啦，因为以我们中年妇女的手来讲，我们可以赢蛮多人的，包含就是20几岁的小朋友，其实勤擦油真的是不二法门。可是我讲的油是真正的植物油哦，还有真正的精油哦。那这中间的差异性在哪里？我在这边不好多说，但是只要你来上课，我都会讲得很明白。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考量到说其他人嘛，我们不要去攻击其他品牌，我们可以把正确的知识教导给大家。我很希望说能够跟大家讲说，这个东西好跟不好在哪里，没有品牌之分。那把所有的品牌都一一的跟大家讲这个好跟坏在哪里，只是这样就比较偏向就是真正的在做教学。那我们不要在荧幕上讲这么多，避免就是让人家觉得有不好的观感。对。那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拍一系列叫做 Peggy 美甲师日常生活，让大家看看说我怎么把皮肤从不好变好。以前的影片可以看到我以前的那个痘痘啊，很可怕。那时候在大陆工作的时候，那痘痘是长满脸，这边下巴、额头都是那种痘痘会爆炸的那一种哦。我用过各种方式，包含以前我是部落客，所以医美可以提供非常昂贵的疗程来给我使用，但老实说状况都不好，而且皮肤越来越薄。后来我选用精油，不含任何的防腐剂，慢慢的把皮肤找到现在这个状态。我现在这个是素颜，一般美甲师都会上很多的妆，甚至可能会擦眼影、上底妆。我这个是没有素颜，但我以前是满脸痘疤。我们不敢说我们现在恢复得很好，因为毕竟中年妇女嘛，对。但是现在至少素颜的状态呢，凹疤什么是不明显的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就请亚瑟帮我拍一系列的 Peggy 日常生活。我要看。你要看是不是？大家要不要看？要看的话，赶快在底下留言哦。没有留言的话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。没有啦，看中年妇女有没有如何维持？平常洗澡怎么洗？绝对黄标社群频道。好像露胸部没有黄标对啊，奇怪，露屁股有，露屁股就。尤其日本的超多都没有被黄标。对啊。如果大家有看过佩姬的《华丽冒险》的话，就是我的，当然我大概都已经差不多关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很喜欢看许姿跟简博，他们说就莫名其妙被黄标，后来他们去检讨，可能是因为影片里面有那个动物大便，可能动物大便是不雅的镜头就被黄标。推荐大家可以看这个，我觉得小动物真的很可爱。没有给钱，没有给钱啦，我刚刚也不认识。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欢迎来找我，我也很喜欢动物频道，我可以去看一下动物吗？没有给钱，不业配。对，没有业配。星期天有一个乱配音的系列，叫星期天的动物频道，没有听过，没看过。大家可以看，他就正经八百来讲笑话。我是老爸，想要开箱的时候也可以找我，吃东西也可以找我，因为你的每一集我都有看呢。我是老爸，对、我也有看呢，是不是？我是老爸，你有听到了吗？还有新店蔡依林，我知道。他们很好笑。对，我觉得新店蔡依林很好笑。对啊，新店蔡依林。我是老爸，有机会可以来找我一起聊肖维。可是我想要找可凡，他是个 IG 20万，然后 YouTube 4万多的。可能是宅男才喜欢吧。很可爱可能我们刚好不知道吧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听过。好，我们来讲正经事。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呢，就是推干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卸完人造指甲不可以单卸完就不理它哦。其实呢，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没有写在价目表上的。
就是现在要做的基础保养。一般来讲，在外面基础保养是要额外付费，那在这里我们不会请客人额外付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做问题指甲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就也要顺便帮你的皮肤处理好，皮肤的底子处理得好，人造指甲才能够维持得很久。Peggy 竟然也会有干皮哦，跟你讲，一天大概喷酒精喷超级多次。在这边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因为的关系，讲这个字会不会？你这样讲是不行的，我们正确讲一次。COVID-19。我继续讲哦，像我一天大概要喷10几20次的酒精，没有消毒的话，可能病毒会残留在皮肤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如何维持像我这种中年妇女还是可以有年轻女生的皮肤呢？很简单，要有个好老公，这个是一定要有的，所以才不用做家事。我们要讲正经，来，在我们店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喷雾，那个喷雾里面呢，其实是有精油跟我们在使用的药用酒精。那在使用前摇晃一下，那喷在手上，除了皮肤可以保湿之外，也可以达到杀菌消毒。然后等它干了之后，不要去拍它，也不要搓它。等它干了之后呢，我会再使用压平的那种指缘油，这样其实你就不容易有湿疹跟富贵手以及干燥会想抠皮肤的问题了。我们来问一下网友，想不想知道那个我的私生活吗？不行啊，私生活这样很奇怪，应该是日常生活保养系列。当然要的要在下面留言。留言。这个你还没讲这个步骤，都快做完了。好，这个步骤呢，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刚刚有把那个干品机械推开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附着在边缘的一些老废角质，轻轻的用按摩的方式把你去除。其实我超爱这个步骤，因为做得好的美甲师，其实这个步骤就像是在按摩一样，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。那请问 Peggy， 你有舒服吗？它让我很舒服。我就黄标，这样就黄标了。阿丽莎莎都自己剪，她全部都一手包办啊，我觉得超可怕的，肝会爆掉啊。你年轻可以啦，如果我今年只有20几岁的话，可以，阿丽莎莎都可以当我女儿了，我都生得出来了。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我的年纪了，我们是中年妇女。好啦，我们中年妇女还要素颜出来吓大家。刚刚人家叫新店蔡依林是不是？那以后我叫大直福原爱，自己在讲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讲正经的。我们现在呢，把形状修出来。因为我偏好修耐撞型。什么叫耐撞型？就是前端是平的，两侧是稍微圆一点，这是最耐撞、最耐撞的指甲。我在加拿大那时候在做的时候，其实他们那边也很喜欢做这个形状。年轻人都喜欢修什么尖的、圆的啦。可是如果是妈妈的话，做这个形状，他们觉得是最耐撞。就是说，为什么他在修我的指甲的时候战战兢兢呢？因为你可以看到我周围的皮肤状态是很好，所以如果只要稍微动作不正确，割到、弄到，我都会非常的痛。我是一个非常很好的练习的对象，因为如果我都处理不好，你不用处理客人了。现在在录影，所以有刮到也要忍住不可以。没有啊，老师一定会直接尖叫的啊。我们就把它剪对，掉。我会直接说很痛，可是我手不会抽走。其实每次我给他们练习的时候，我也是蛮紧张的。通常在这个时候，我会拿手机，然后再看影片。今天因为要讲解，所以就变成说我的专注力都会在这上面。我很容易就是一点点的小小的不对劲，我就跳起来，然后会想要大叫。我很怕痛，怕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连打针都会哭，所以我不能生小孩。那你现在有3只小孩？对，我们有3只毛小孩 ，perfect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这个是我刚卸完的指甲。目前我们还没有做细微的整理哈，先让大家看一下我的甲面啊，其实是很硬的哦。然后呢，周遭的皮肤呢，因为刚刚整理完，也还没有做清洁哈，这样是最真实的状态给大家看。那可以看到皮肤的状态也很好。
好，处理问题指甲就是我们会注意每个小细节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，我甲状也没有萎缩，都没有受伤，什么都还没有，我现在是赤裸裸的给大家看。所以正确的操作下，其实就算你做了10几、20年，甚至30年，指甲都不应该会有问题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前端的指甲，你可以看到，只要维持得很好，皮肤也顾得很好，它是会有一个漂亮的弧度。顺便来教学一下哈，英文叫做 C curve，OK？C， 因为为什么叫 C 呢？因为它就是一个 C， 对，好。好，那再来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厚薄度，很多人都会有个疑问，说指甲是不是越厚就会越硬？Oh no no no， 错。其实厚薄度是平均的，不会因为你特别厚，你就会特别的硬，也有可能因为你特别厚，所以有病变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呢，我的厚薄度只有这样但是我非常的硬哦，非常的硬哦。OK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下面的操作咯。下次有机会的话呢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日常练习，还有他们的日常练习。好，我们今天手工卸甲卸完咯。今天是由我开场，由我结束，所以呢，为了要冲这个流量，比亚瑟更强，麻烦大家一定要什么按赞，好不好？我在跟亚瑟比赛，大家给个面子。好不好？留一下言嘛，来吧，好，拜拜。好，要把它包起来。对啊，把它包起来。那我要去拿笔。